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拍视频呢已经有段时间了，把我的手工生活用视频的方式分享给大家是非常快乐的。同样快乐的呢，就是看大家的留言了。有朋友看了我几分钟短短的视频就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手工作品，你们真的很厉害。这不嘛，前段时间我看到有朋友也有留言，他和我说他呢看了我视频做出了这款包，觉得包型很漂亮，想给男朋友也做一个，问我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视频今天呢，我把这款包给做出来了。那男生用这样子月亮型的包呢，就不能有太多褶子了，整个包型呢需要简洁大方。那这款包呢，我用了2种面料能够有不一样的风格。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制作过程。今天咱们这个包呢是有图纸的，那现在呢，我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图纸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图纸放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这个呢是咱们今天这个包1/2的图纸，大家看到这条红颜色的线呢是它的对折线。这个包的底部呢会收一个褶子褶子宽度3厘米，深度呢是4厘米，然后根据图纸上的数据呢，我们画出包的轮廓。那底部呢有一个圆弧这儿是2厘米，这儿是2厘米，每个人画的圆弧的弧度呢可能不一样包底的这个弧度呢还好说，它呢只关乎到你包的形状。那包口的这个圆弧呢就有讲究了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包口呢是要装拉链的。现在呢我用紫色把它给标记出来了我们画好以后呢，用皮尺量一下这个弧度的长度，根据实际的长度呢，我们来剪拉链的边条。根据刚才的图纸，我把主体材料呢剪好了，咱们需要面子是2份，然后在面子上呢烫上无纺衬，里子呢也是2份。这个呢是拉链和拉链边条，那我们呢都需要面子2份，里子2份，然后在面子上呢烫上无纺衬。这个拉链边条的长度呢是38厘米，宽度呢是4厘米。那我这个38厘米呢，就是测量这个弧线得到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做包带用到的材料，材料的长度呢是1.1米的长度，宽度呢是7厘米。那咱们在其中一片上呢烫上无纺衬。咱们还需要2颗气眼和2个猪鼻扣。以上介绍的面料尺寸呢都是含缝缝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我们首先制作的呢是包带。今天这个包带呢非常有特色我们首先在包带的面子材料上边钉气眼。钉气眼的位置呢是包带的2侧，离这条边8厘米中间的位置我们钉气眼。那首先呢，我们用开孔器，在这儿呢打一个孔，我已经打好了。那咱们开孔器的选择呢是宁小勿大。我今天用的气眼内直径呢是1厘米，因为这个面料太薄了，我呢在反面烫了180克的铺棉，那防止它撕裂。气眼钉好以后呢，我们把包带材料里子面子叠齐，车上这2条边。车好以后呢，我们把它翻到正面，包带呢翻到了正面。接下来我们在中间的位置车一个轨道。轨道呢，我们一共车3条线，那中间这条线呢就是包带的中心线，然后离中心线2边各1厘米，各车1条线。包带上的轨道车好以后呢，我们先暂时把它放到旁边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做拉链部分。今天咱们这个拉链边条，这边呢是做纯色的，这边呢是做花色的。那我用到的这根拉链呢是3号的马装树脂拉链这是一款专门用于手工的拉链，那在我橱窗里呢也有。我们现在把拉链分开，把这半根呢放在这儿，齿呢是冲里，我们盖上另一片边条，然后这样子车1条线。那这半根呢，我们搁在这片面料上边，也是同样的，咱们把齿都向里。拉链车好以后呢，我又在2侧车了1条2毫米的窄边。接下来呢，我们把拉链头给装上这个拉链呢是不分正反面的，所以装拉链头呢也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拿出包的面子和里子，我们要在底部呢收上褶子。我们把材料这样子折叠，正面冲里然后车上一段4厘米的线。褶子收好以后呢，我们要对褶子进行一个熨烫。我们呢把这个褶子这样子压下去，那熨烫呢，我们只熨烫刚才车的这个4厘米。褶子熨烫好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和刚才我们做的这个拉链边条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我们呢把拉链材料的中心点和面材料的中心点对齐，然后正面和正面对齐，这儿是正面这是拉链的正面。
然后呢盖上里子材料，同样的也是正面和正面对齐。那这收褶子呢就是反面。那我们对齐以后呢，这儿车条线把这3份材料呢车在一起。如果一次车的话比较有困难哈，我们可以把面子和拉链材料先车在一起，然后再车一次里子面料。我们车到这个圆弧的地方呢，要剪几刀再往下车。3片呢组合在一起了，刚才这拐弯的地方我是不是剪了几刀？那好处呢就是翻过来以后啊，这个圆弧呢它会服帖，也会圆润。现在做好以后呢，我发现里子面子两边呢多出来将近1厘米的样子哈。暂时我现在不剪它，一会儿组合这个毛边的时候呢，才能把多余的剪掉。接下来呢，我们把这边组合上另一片里子和面子。现在拉链和主体部分呢，我们就组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里子和里子叠在一起，面子和面子叠在一起。我们把里子、面子这底部的圆弧给车上。那在里子的底部呢，留一个反口，提醒大家哈，我们两侧的这个边是不车上的哈，我们车的只是底部的圆弧，里子、面子的底部呢就车上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多余的给剪掉了哈，因为刚才做的时候呢，只是合了拉链的部分，里子、面子没有合在一起。如果那时候很早的就把它给修剪掉，万一有不合适，那就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修剪好以后呢，咱们的里子、面子和中间这个拉链的一层哈，它们是对齐的。接下来呢，我们把包带的一端从反口这儿塞进去，然后割呢，咱们要割在面子和拉链的这一层，割平整以后，咱们这样子车一条线。那包带的另一端呢，我们固定在这边。包带呢车好了，现在我把包呢翻到了正面。接下来呢，我们在包带上边哈穿2根丝带。包带上的2根丝带呢，我穿好了，然后在两端呢固定上了猪鼻扣。那咱们整个包啊就制作完成了。今天这款包带的长短呢是通过丝带来调节的。那现在呢，我把丝带给抽紧，大家看看效果。现在我把丝带呢抽紧了，那刚才呢包是背在胯的位置，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胸包了。背带抽紧以后，这儿呢是一个木耳边的效果，后面也是哈。那我们抽这个包带的时候呢，在这个肩膀的这个位置呢，最好是平整一点，这样子背起来呢会舒服很多。不知道我今天做的这个包合不合乎这个朋友的要求？我呢很愿意尝试新的手工。如果您有什么想做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或者私信给我。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记得要帮我强烈推荐哦。咱们下期再见。